那么最终一个中国的政策对中美的未来而言，就要看谁的发展速度更快了，实力更强了，谁就有可能拥有真正的解释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被美国总统拜登提名为美国驻华大使的伯恩斯近日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中国正在打破只维持最低限度核威慑的承诺。他还强调，华盛顿在台湾事务上奉行当前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反对北京破坏现状的行动也是正确的。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正在增加，一个中国政策是阻止大陆对台湾动用武力的最明智、最有效的方式。美国现在做的就是始终如一，有一定力度的执行这一项能够得以成功的政策，同时扩大对台湾的武器供应。分析起来，伯恩斯的这个言论可能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对美国一些反华议员呼吁华盛顿重新考虑坚持了几十年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回应；第二，他强调一个中国政策才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也是美国未来追求的目标，更是美国阻止中国统一的最有效的策略。众所周知，一个中国是美国与中国大陆签署的3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内容，但是美国人所强调的一个中国不等于支持中国统一，而是要让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解释。实际上可以说，这也是美国未来对台政策的一个主基调。伯恩斯是一位有着丰富外交经验并深受拜登信赖的政治人物。拜登认为，他将有助于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沟通，缓解两国隔空交锋的局面。过去10年，美国一直派政客担任驻华大使，而伯恩斯被认为是职业的外交家。正是因为专业，伯恩斯对一个中国的解释才能让我们看清美国的最终意图。伯恩斯在担任美国副国务卿期间，曾直接参与了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以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事务，因此他对中国非常了解，又在一个很高的级别上负责过美中关系，这对改善中美关系理论上讲还是有利的。伯恩斯在国会提名听证会上的表态，有迎合各派政治势力的意图。我们还不能完全认定他就是一位对华强硬的外官，但是他肯定会成为拜登对华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现在关键是，美国政府现在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对我们中国而言，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美国可能会对台湾当局的台独行径进行相应的压制；另一方面，美国也会以一个中国为借口，阻止中国改变态现状，实际上也就是要阻止中国实现统一的努力。可以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既有和中国大陆一致的地方，其实呢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他们想的和我们的思路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美国政府呢企图利用这个政策呢来维持台海的现状，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两岸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国家不统一，这个伟大复兴就是不完整的，也是很难实现的。既然美国现在口头承认一个中国，那么未来只有可能有几个选项。一个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前提下，帮助中国实现和平统一。但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他是肯定不会走这一步的。那么最终一个中国的政策对中美的未来而言，就要看谁的发展速度更快了，实力更强了，谁就有可能拥有真正的解释权。美国政府所推行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可以说是个阳谋，双方都很清楚。那么这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中国是一定要统一的，美国
恐怕是一定会阻止两岸的统一的。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办好自己的事，发展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只要我们的综合国力能够超过美国，特别是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力超过美国，那么一个中国就是中国统一的正当理由，因为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伯恩斯明白道理，中国也明白，只不过他忘了中国已经拥有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和一系列的手段，美国顶多只是一个外在的干涉因素，最终呢，在台海问题上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为决定权在中国手里。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